我们俩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到现在我们结婚7年了，有一个儿子，已经6岁了。我觉得刚开始我们一家3口还挺好的，但是公婆的介入让我们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味儿。每天都在上演婆媳大战，每天我都在解决矛盾，受着夹板气的滋味，让我越来感觉力不从心。7年的婚姻生活里，我们有太多不可调和的矛盾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经营好这个支离破碎的小家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杨先生31岁，来自哈尔滨销售；郑女士38岁，来自哈尔滨无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多少年啊7年。7年。对。人说7年之痒，真痒痒了。有点。为啥呀？我俩是13年通过朋友介绍，然后认识以后就结婚了，然后婚后没多久我就怀孕了。我怀孕5个多月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，我想离职，因为我当时是在那个商场卖家具，然后就怕对孩子健康有影响，所以我就跟他商量，但是他就不同意。我当时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你说咱们刚结婚，所有的经济压力都挺大的，咱们2个人一起上班，是不是经济条件能更好一些？是。别人家的老婆都是临盆了还在上班，那你怎么就不能坚持为咱们这个？那什么样的条件算好呢？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妈给我拿了5万块钱嫁妆，我都给你了吧？是让你留着家用。最后在我强烈要求下，然后我才离职的。然后离职不久呢，我公公婆婆就来我家跟我商量，想把他现在住那个40多米的房子租出去，然后能租1000多块钱。这个钱呢就留着我们生活费用。他和我公公就搬到我家来。我当时还挺高兴，一想能有这么善解人意的公公婆婆。没多久我公公婆婆就搬我家来了，然后来了以后呢，我婆婆就说，你们要每个月拿出1500，我和你公公我俩的采购是由我俩来负责，就不用你每天出去了。然后我们租房子那个钱呢存起来，留着孩子出世以后用。然后我也同意了，但是事情并不像想的那么好。然后我婆婆每天做的饭呢，就是白菜、土豆、萝卜，基本就是这些。那老人有老人的想法，他们勤俭节约惯了，现在这个社会吃点清淡的，你说对身体不也挺好的？我感觉你就是事儿多。吃清淡的是可以，但是不是分时候吗？我当时正怀孕，然后我想吃点什么呢，还得跟我妈打电话，跟我妈说，然后让我妈给我送过来。你妈不送过来，她不也正常吗？她不也是妈吗？然后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婆婆呢就每天就去送顿饭，就不管了，一直都是我妈和我老公照顾我。然后孩子呢出生第3天，黄疸特别严重。大夫让交1万块钱的医疗费，因为我妈在我生孩子之前给我拿了1万块钱，我把这个钱就放在我老公那儿了，给我老公了。然后我就管他要这个钱，让他去把这个医疗费给交了。他当时就说没钱。是这样，主持人，你这个当时吧，确实他把钱交给我了，完了我转天吧就把钱交给我母亲了。我母亲吧，其实也是碰巧就碰着一个理财的朋友，他就全都买了理财。这个事儿我反正也没跟他说。那你要买理财，你需要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去买理财吗？你不用生活吗？不用留点钱生活吗？那你赶的这个时候不就赶到这儿了吗？然后我出院，然后我妈看着我婆婆也不太愿意照顾我，还怕耽误我老公工作，她就请了1个月假来照顾我。出了月子以后，她自然又回去上班了。然后就是我自己照顾自己，婆婆一天就给我做2顿饭，还是白菜、土豆、萝卜，有的时候呢还给我吃剩饭。等我老公下班的时候，我就回来跟我老公抱怨，然后我老公去找他妈理论，理论完了，我婆婆当时没说什么，然后等着我老公第2天上班，就跟我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然后就上厨房摔摔哒哒，嘴里还说你要是有啥事你就跟我直说你至于这么里挑外撅吗？然后就把门给关上了，一天就不理我。你说你也是，我这一天吧早出晚归的，你说我这一天也挺不容易，成天你还得给我添事儿。完我还得调节你俩之间的关系，我一天多累呀。那我不累吗？
然后我饿了，去厨房想自己弄点吃的，这时候孩子哭了，我又回去马上哄孩子。可能厨房是弄得乱了一点，你妈出来呢也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跟我一顿发火，然后回来还跟你告状，感觉好像她多委屈似的。你说我一天在外边就已经挺劳累的了，完了你这一天，你就不能跟老人在家里处好这个关系吗？还得让我天天说你吗？孩子渐渐长大了，需要吃辅食了。有一天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说老公给孩子买点银鳕鱼吧，孩子小他也吃不了多少，100块钱银鳕鱼孩子能吃好几顿。然后他当时告诉我没钱。你说那孩子花钱的日子在后面呢，以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还要结婚生子，用钱的地方不多了，他吃的日子也在后边，就因为这一个鳕鱼，你说你，哎呀。我真不知道你咋想的，再不管你妈要呗。啥都让我管我妈要，我妈是开银行的呀，我妈之前一直住我舅家，你不知道吗？然后她刚有了一点小积蓄，然后又借钱买了个40米的2手房，她不要上班去还钱吗？那你上班替你妈还贷款就完了呗。我上班谁看孩子？而且最可气的一件事，我无意中发现他和他前女友竟然藕断丝连。联系1个多月，那个女的呢知道他结婚，还知道他有孩子，然后还愿意等他，要跟他复合。这件事情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说你还拿到这儿上来说，哎呀，当时我不已经给你写保证了吗？也不说用信用卡，咱先付个首付，咱自己整个小房，是不是啊？我都已经做出承诺了。房子呢？房子在哪儿？现在买了吗？你还说，当时我以为他真能给我买房子，我就寻思减轻点负担，我去上个班，然后孩子由我婆婆带。上班没多长时间，孩子住了3次院，最后还患上了那个哮喘。然后我婆婆呢，也因为身体不好，看不了孩子，我又被迫离职，在家照顾孩子。然后我婆婆呢，每天都出去遛弯嘛，早上，然后见着邻居就跟邻居们说我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。我老公下班以后呢，然后给我老公还叫到他屋嘀咕的，哎，我就感觉这个家好像没有我容身之地，我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然后我就这家谁拿你当外人呢？啊，我觉得就是你事儿多。你说我一天天的在外头，我还得谈客户，我还得谈单子，我一天还得处理家里的事儿，我容易吗我？这个家我也待不了，然后我就抱孩子回我妈那儿去住了，住不到1周吧，1周左右，然后孩子又病了，住院花了7000多，后续还需要费用。然后这时呢，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，我说让他拿一些医疗费，他说没钱，然后把电话就给我挂了。而且我住我妈家这段时间呢，他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。你还好意思说这个事儿？不说这事儿我都不来气。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电话我丢个大客户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客户我要谈成了，何止7000块钱？你恶不恶心呢？你还好意思提钱提工资呢？从我认识你，你就跟我说你每个月就是3800，结果呢，你不算奖金，每个月要6000多。哎，你调查我啊？我不调查你，我怎么能知道？我跟你还傻傻的在这儿一直就省吃俭用，花1分钱我都寻思。从认识你开始，我都从来没添过一件像样的衣服。那你看我穿的像样啊？然后就是。出月子嘛，一直都是花我的存款，然后直到我那个存折上没有钱了，然后我家的墙上就多了一个小黑板，成天上面都是我公公婆婆上面记的账，今天孩子奶粉100，明天尿不湿，后天奶瓶，然后记的黑板上记的还不太全，还有个账本，然后记的全，然后让我们以后一笔一笔都得还。你这，哎呀，他说还，你说咱挣的钱都给他们了。他说还，他只不过是让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，省吃俭用一些罢了而已。你想为什么现在还要住在一起呢？现在还住一起吗？住在一起。为什么还住一起啊？为什么不独立呢？41了吧，先生？现在关键不是有孩子吗？我其实工作也挺，一天是早上起。孩子跟你妈你爸一起住，你妈你爸也帮我看不了啊。他俩不是身体不好吗？那身体不好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住呢？高血压、心脏病。我父亲腰不好，你说怎么带孩子？所以应该老人跟你们分开是最好的呀，他们过他们的日子，你们要时常的去看老人啊，而不是现在还挖掘老人的残值。身体不好，我这还放心不下，放在身边还能。所以呢，你就是那个想尽各种办法不独立嘛。这段婚姻吧，
我就特别纠结，心也凉了。但是为了孩子呢，我还不忍心放弃孩子。现在孩子该上小学了吧？对，然后上学的费用呢，现在他因为上私立校嘛，我们没有学区房，然后上私立校的费用1年2、3万，他们也不出。您现在工作吗？我没有工作，我在家带孩子。你说我这一天工作也挺忙的，我这还得忙客户，到底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这个您这话我听了 N 遍了啊，每一个段落您都说。我这一天在外面挣钱，我挺忙的，我容易吗？就是您到底一天挣多少钱呢？就一个月您能挣多少钱啊？6、7千块钱嘛。他跟你说的是多少？3800。那怎么到那儿就少了那么多呢？不是，是因为是这样的，我们谈客户，我得留点私房钱，有的时候还得跟客户周转。您这私房钱可没少留啊，一个月工资的50%左右。关键是我的工作性质，他是做销售。啊，咋了呢？那我这一个做销售，我1分钱不带，我跟人谈，人家吃个便饭，我兜里都没钱，那也说不过去啊，对不对？那孩子生病了不也没钱吗？孩子找他妈，他妈有钱。为什么找他妈呀？就是你现在啃的习惯了是吧？这边啃着你妈，那边啃着他妈，然后自己说我天天挣钱，我容易吗？你挣什么钱了？你挣的钱呢？给谁了？钱都给他妈了。我给我妈不也是为这个家吗？不是，为什么给你妈是为这个家？不是应该夫妻之间吗？你不是结婚了吗？不是老人。为什么你挣的钱要给你妈呢？这是为哪个家呢？咱把几个核心问题说清楚吧。第一个问题是不是现在挣钱还在给你母亲？是。你每个月交你母亲多少钱？现在就给1500块钱，就是生活费用。完了，我们家还有一些别的费用啊。其实我们就是现在你家钱谁挺吃紧的。他管。你也不管钱？不管。孩子上学了，应该可以去工作了吧？关键是孩子得现在这个学校您也知道，就是孩子得用一个专人去带。他要不带，他妈也带不了。完了，我父母那个身体还不是很好。你是男人啊。你搞定啊！我不得在外边赚钱吗？钱呢？你搞定啊！你是男人，你搞定啊！我怎么听你所有理智？你找你妈去，你干嘛去了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伯鸿兄，做妻子的我问一下，你妈妈到现在为止为你们这个小家庭，在资金上已经付出了多少？有个5、6万吗？我听他说，你说5、6万，你认为这个数字准确吗？不准确，这只是我结婚给了我5万块钱嫁妆，然后我生孩子给了我拿1万块钱，平时呢还有就是我就纳闷过日子。哎，你听他说，平时我想吃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我妈没事给孩子买点东西啊，或者给我买点吃的什么的，这都没算。他平时也经常在对支持你们。对。你爸爸没意见吗？我爸爸不在了。你妈妈一个人，对，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对，现在倾其所有来帮助你们小家庭，嗯，那你为什么不在他们的小黑板边上也放一块小黑板，把你妈妈给你们的支持都写上去呢？你长得很帅，很高大，但是你的心太精于算计了，我还真建议你去考一个高级会计师。你这一次去查他的工资是对的，我们对丈夫当然要信任，但是我们该设防的时候也要设防。有的女性就是对自己的枕边人太不设防了，等到分道扬镳的时候，除了一颗受伤的心，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因为你根本不了解。但是作为丈夫，如果认为这个日子还能过下去，就好好过，如果真的过不下去，那就不过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伯鸿兄。来，觉明老师。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儿叫扶贫式婚姻，总是算计丈母娘家那点钱，丈母娘家有钱还成，丈母娘家不是无底洞啊。另外一个，我想跟这女士说一句啊，子瑜啊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你现在立于危墙之下了，这个墙随时能把你砸倒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你没有靠山了，你妈也被你们掏空了。如果咱们试想一下，
你妈妈有一天突然需要钱，要上医院，你老公连给孩子的钱都不给，怎么能管你妈呢？所以现在让她改变是最好，当然，但是最重要一点是你改变。怎么改变？有危险了，做准备吧，未雨绸缪吧，自己独立吧，指望不上啊。另外一个，我想跟这个男士说，我特别不建议啊，结了婚的男人跟父母住在一起。我们家庭结构都变了，不是像过去40同堂、50同堂，是一大家族。当一个男人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心理退行，因为你回家你是孩子，你会没有责任感。我们发现80%的家庭矛盾都是源于夫妻之间的责任的失衡。我看资料写您41岁，我觉得您像11岁，什么事儿都推，一提啊那钱呢你就提你的不容易，一说起这事儿就提你的不容易。一个男人穷，不要抱怨辛苦，不要抱怨穷，人穷心别穷了。所以我觉得锱铢必较的一副嘴脸出来之后，我内在我是有愤怒的，我有点愤怒。那你生孩子干什么？你养孩子干什么？你娶老婆干什么？一个女人说我怀了孕了，在卖家具的地方味道非常大，我要休息一段时间。这个话不应该等着女人提出来，然后你才说啊可以。况且你不同意，你是要逼着她去上班，她是在力争的情况下，她才争取到的离开这个工作环境，对孩子不好的工作环境。那孩子是你的孩子吗？我确认一下，如果是你，为什么如此狠心呢？谢谢觉明老师。来，严老师。我也很愤怒，我特别讨厌男方说一句话：“哎，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累着，回来还得管你们这些事儿，你凭什么不管呀？那是不是你妈呀？那是不是你媳妇儿啊？他们有矛盾了，你不管谁管？找个隔壁老王管？所以没有责任心、没有能力，就不要在那儿装大尾巴狼。男生倒是说了，哎，我这照顾我的父母呀，他们身体不好。”对吧？有慢性病，我放在我身边，我踏实。我认为，如果你们能够协调好整个大家庭的关系，也可以啊。但请问你做到了吗？您一个月挣6、7千，跟妻子说只挣3800，家里出任何事情都是媳妇儿去承担，父母也不用管。你是照顾了自己的父母了，他没有父母吗？他没有母亲吗？你省着钱，你父母省着钱。家里有了需要，跟他妈妈要钱。所以人不要这么自私，尤其是男人。女士，大家都在说你的老公啊，但你也有问题，你的问题也很大。你太软弱了，你在婚姻中太没有底线。为什么要把你母亲给你的这个嫁妆的钱交给他？为什么给你生孩子钱要交给他呢？我就想帮他分担点嘛，怕他太累了。如果他值得信任，你信任他，把钱交给他管，你觉得他值得信任吗？不值得。没错啊。我给的建议是这样的啊，既然你们已经不愉快闹到我们爱情保卫战来了，那就要有解决方案。他不是说他一个月挣3800吗？你去工作，他在家带孩子，这不是照顾他父母吗？这关系他好相处，对吧？你一个月能挣3800吗？能，得了，他去工作，你照顾孩子行吗？他绝对不抱怨说，我一天天在外面累的。你把你父母看好。如果这个方案不行，你把你妈妈接来，你妈妈一个人更需要照顾。你父母回到原来的房子去，你妈把她的房子租出去，租金贴补你们的生活，行不行？可以。人家母亲还愿意看孩子，还不用给生活费。齐活，你选哪条路？你倒选一个呀！你不能事事以你为主啊！我把我父母弄到身边，钱我也不给你管。这媳妇儿谁敢娶啊？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看那手开始盘算。先生，你好好想想解决方案啊！如果做不到，你就按我说的做，好不好？咱也不差那钱儿，也不受那气。就这样吧。谢谢主持人。
谢谢严老师。来，陆琪老师。孤儿寡母很好欺负是吧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啊，一个大老爷们儿那么高，哟，亲妈，你妈有钱，跟你妈拿去。可以。有个核心问题，你觉得他对你还有感情吗？不知道，你觉得他对孩子有感情吗？还行吧。还行吧。你觉得这个还行从哪表达出来的？只要不提钱，平时都挺好。是吧？那么你觉得钱这个事儿是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吗？是啊。一个父亲在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，不愿意拿出医药费，宁可去理财，你觉得这叫还行是吗？一个父亲在孩子上学的时候不愿意出学费，你管这叫还行是吗？这是什么家庭啊？拿西方的例子来举，叫吸血鬼式的家庭。我们拿中国的例子来举，有一种异兽叫貔貅，貔貅号称吞金兽，为什么？它没有排泄口，所有一切的金钱是只进不出的，它像个黑洞一样，不管你丢多少钱进去，吞掉了，再也没有口子可以出来了。你有存折，你的存折他们见过吗？你是不是花你的钱？对呀。啊，他也有存折，他的存折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他爹妈的存折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他们给孩子存的钱你见过吗？没有。你有花过吗？没有。貔貅嘛，吸血鬼嘛。所以你后来说了一个词儿，我觉得我倒是挺认同的。当时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我就挺认同。恶心，这事儿恶心，但你承受了。关键你居然有一些认同他们这种方式。为了孩子。为孩子好吗？孩子的学业他们承担了吗？孩子的住院他们承担了吗？孩子的营养他们承担了吗？你是为了孩子而在害孩子吗？所以你把孩子带到了一个不能给他营养、不能给他学业、不能给他爱的地方，你还说这是为孩子好，好在哪？你告诉我，你有判断能力吗？没有，你已经失去底线了。一个人失去底线就失去自己的命运。你失去了底线，不止你失去了命运，你孩子也失去了命运。现在你幸亏有你一个妈在，有一天你妈也被掏空了，你妈的命运、你的命运和你孩子的命运全部都失控了。时至今日，在这样的家庭里面，你居然还能做到不去工作，姑娘，我也很佩服。贫穷，你们的内心太穷太穷了。就算你们存再多的钱，就算你们有再多的房子，你们内心也是穷的可怕。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啊，怎么那么深刻？我肤浅一下。我看到的其实是2个字，叫面子。正常情况下，就折腾了这么6年，就这一家人，正常情况下的一个独立女性早都走了，受不了的。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在生病的时候打个电话给老公，老公说你钱我不管，你找你妈要，这谁都接受不了。正常情况，妈妈给了钱了，说孩子有病，你看问老公要钱，老公没了，谁受得了？还忍呢？早走了，一切都是为了想当然的面子。生活的好吗？不好。为啥不反抗？我没别的，我看问题很肤浅，我觉得就2字，就是面子，就是有人真要脸，有人是真不要脸。所以这事儿就完蛋了。你这个对等在一起没法对等啊！有人是真要脸，就，哎呀，我不能离婚啊！我嫁了一个人，我要这样啊！我为了他，我怎么样？是真要脸啊！有人是真不要脸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反正就是我得力就行。这日子咋过呀？您好好琢磨琢磨。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老婆，多也多了，闹也闹了，你该说的也说了。我觉得咱们之间是，人都说7年之痒，但是我觉得咱们之间真的没什么。我希望你给我，也给自己，也给这个家一个机会。回来吧，孩子还那么小，
家里还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老人呢，我希望你多理解他们，他们能跟咱们在一起多长时间？我觉得我父母给我带大也不容易，他们现在老了，你让我真的说舍弃他们，我也舍弃不了。回来吧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现在对你已经无话可说了，我什么也不想说。秦长灯啊，我最后再问你几个问题好吗？就特别简单。如果回来的话，愿意把财权全部交了吗？这得商量。跟谁商量？跟父母。凭什么跟父母商量？你结婚了，你有自己独立的家庭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父母商量？没有要你父母的钱，只是把你在你父母那儿攒的钱，属于你工作之后在父母那儿攒的钱，把这钱拿回来，然后跟妻子公开财物，能做到吗？好，行，商量。第二个问题，现在因为跟父母在一起居住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已经有了一些摩擦和冲突，对吧？咱有没有可能拿父母租的那1500块钱的房子，就在你们那小区，咱们租一个近的，互相也能照顾，不是不照顾父母，没有不照顾老人的意思吧？不是不照顾，咱们不在一起，这事儿你能干吗？也不用回答我，你想清楚。第三个问题，丈母娘也到了岁数了，丈母娘那边咱照顾不了，每个月能给点钱吗？你说我都能做了，问题解决了，咱回家嘛。这什么都没有，就聊完之后，最后说我还是爱你的，咱保持现状和格局，你觉得他能接受吗？我提的那3个问题，如果您都能接受，您就出来；您要不能接受，您也别出来了。谢谢2位，请回，请回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咱们来看看这对夫妻啊，在这个现场，在这个时间，他们有怎样的思考？请开门，请开门。那个经济透明，能做到。父母搬一个近点的地方去照顾。行，每个月依据家庭的实际条件，看看丈母娘给点钱什么的。没问题。行吧，儿子都6岁了，也快成长了。